前阵子在光棍节档期，我们无意间看到这款正在特价的恒压锂电池，4颗 AA size 的恒压锂电池，外加充电器，只要599。如果把这个专用的充电器当成是一组200块，那这4颗电池的单价1颗就只要100块，整整只要我先前买到这颗的一半价格。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保固，有保固，有保固。于是我们带着捡到宝的心态刷了2组回来，因此今天我们才会特地做了这个开箱的主题，要来看看这颗号称3代的恒压锂电池到底是不是个宝贝。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刷回来的这一袋商品中包含了2盒商品，分别是电池包和充电器包。而这个充电器理论上是只能专门用来充这颗电池，并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类型的电池。它的外观相当的阳春，电源孔是 USB Type-C port， 另外附赠一条 USB A to C 的线。而电池包呢，里面的包装是用一张纸卡住4颗电池，此外什么都没有，所以从包装上来说，真的是相当的经济节省。再来就要来看看我们最关心的续航力啦，因为它号称拥有2000毫安时的电量，对标产品很明显就是百款 Eneloop 镍氢电池啦，因为它们同样都是2000毫安时。不过它真的有到2000毫安时吗？我们等一下再来测测看。首先我们想要先来看一下它们的重量，因为一般我们还是喜欢更轻的电池，这4颗电池光靠我们的手感觉算是有点沉，我们就直接来称称看它们的重量吧。经过我们这么一称，就可以知道这组锂电池大约只有 Eneloop 的3/4左右的重量。因此，如果这颗恒压锂电池真的能有媲美 Eneloop 的电量，那也等同于直接轻量化 25% 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续航力测试啦。我们现在先将这颗非常新的镍氢电池以及恒压锂电池都充饱电，然后再来进行放电实验。好的，现在它们都已经充饱电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进行续航力测试啦。首先让 Eneloop 上场，我们以1安培进行放电，然后把放电截止电压设定在 0.5 伏。大约在1小时52分的时候，镍氢电池电量耗尽。根据计量，电量大约是6800库仑，是电量的单位。为了容易做比较，我们今天将会全部都使用库仑作为单位。接下来就换这颗锂电池上场啦，同样以1安培进行放电。可以看到，它们的确是维持了 1.5 伏左右的恒定电压输出。然后在1小时50分时电量耗尽，而续航计量大约是6750库仑左右。但因为这是第一次充电，因为一般充电电池通常都要充放个几次之后才会达到最佳状态，所以我们用同一颗电池又做了几次同样的续航力测试，得到的结果一直都还维持在6850库仑附近，甚至我们还刻意将它仅存的一些残余电力全部都榨干后再进行回充，结果下一次放电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总之，以一颗新电池而言，总电量大约就差不多是这样了吧。总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确有着可媲美 Eneloop 的电量。既然这样，我们不禁又会好奇，它的大电流动力表现又怎么样呢？我们同样先使用我们的电子负载，将电流加大到2安培，对它持续放电，看看它是否还能稳定的输出 1.5 伏电压。
结果很明显，即使在2安培的负载电流下，它仍然能维持恒压 1.5 伏输出。只不过，当我们用2安培进行续航力测试时，它的续航力就会大幅下降到5600库仑左右。因为电池加大输出电流后，造成续航下降的可能性有很多，我们对此就不再琢磨啦，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但尽管如此，单就这颗恒压锂电池能够长时间的稳定输出2安培电流这一点来说，已经很令我们惊艳。实际上，这也已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应用。现在我们想要再测试更大的电流，但这已经超出我们电子负载的设计范围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直接将电池接到这个 0.5 欧姆负载上，这样就可以将测试的电流加大到3安培。不过，就在它这样持续输出了一段时间之后，似乎就会进入某种保护模式，电压下降成 1.1 伏左右，然后持续输出。这是它的过热保护吗？因为一旦输出电流变大，输出电路就会不断的升温，为了避免损坏，就必须限缩电流。这样来看，它的最大持续电流应该就是设计在 2.2 安培左右了。但无论如何，因为这个输出电流的限制，所以如果将它用在需要瞬间电源输出能力的相机闪灯，显然就会成为它的弱点咯。因为闪光灯的工作原理是在闪光释放后，透过超大电流来进行电力回充的。例如，这是我们先前对闪灯回电测试所进行的电流监测，回电时的瞬间电流可是超过12安培的。而恒压锂电池将持续性最大电流限制在 2.2 安培，这就会硬生生的锁死闪灯的高速回充能力。这个我们稍微测一下，应该就会知道了。不是，是我把它甩了，这不算。将它装在闪灯上比较回电速度，还比不上我们这组已经用了10几年的镍氢电池。和新电池比起来，当然就差得更多了。这给我的芒果干。不过，因为恒压 AA 电池毕竟不是针对瞬间高功率输出的这种应用而设计的，但至少在闪灯上也还是勉强能用。而且以它能以高达2安培的持续电流输出，还能维持恒压，这也已经是我看过的同类电池中算是非常优秀的了。再来，我们要回到刚开始时所发现的问题，也就是在放电的末段时，电池以 1.1 伏电压输出的现象。因为这种恒压锂电池有个常为人所诟病的问题，也就是用到没电时，电压会突然变成0伏，而不是像传统电池那样，电压会慢慢降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如果是发生在电子锁上面，要是没有低压警示，我们又忘了定期帮它更换电池，那是不是早晚会被锁在门外呢？事实上，因为每颗电池的内存电量几乎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即使是真的电压会突然变成0，那它们的电压应该也会先从6伏下降到 4.5， 再降到3，再到 1.5 伏之类的变化，未必会直接从4颗串联时的6伏一次就直接掉成0伏的。总之，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就要用这4颗电池直接串联放电，以便观察它们的电压变化情形。
我们现在就将这个4颗串联的电池组直接接到这个5欧姆电阻上来进行放电。然而在这边我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不应该将电压的监测点夹在负载这端，因为电流有点大，这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线阻压降，影响电压的观测。我们现在将电压侦测点直接接到电池的正负两端，这样就没问题了。这样在满电的状态下，它们大约会以6伏 1.2 安培持续进行放电。而就在我们放电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的电压从满电时的大约 5.88 伏率先下降到 5.47 伏，只掉了大约 0.4 伏，而不是一次就掉了 1.5 伏。然后接着很快的就连续下降成 5.07 伏、4.67 伏，再到 4.26 伏。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先来量量看它们每一颗的电量。当然我们要小心不要去干扰到现在的放电。很明显它们每一颗的电压都已经掉到大约 1.08 伏了。我们预期这就是一开始时所出现的那个缓冲电压的现象。我们就这样让它接着放电放到完全没电吧。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的电压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复变化的情形，这基本就是真的没什么电了。我们透过数据图表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出放电的电压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4颗串联电池的电压从一开始的 5.86 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约是1个小时37分左右，然后连续掉了4次的 0.4 伏，直到 4.27 伏左右。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电池电量几乎不可能完全相等所代表的现象。然后在缓冲电压的时候又维持了大约7分钟左右，这4颗电池才真的进入没电的状态，直到最后完全没电。也就是说，这颗恒压锂电池在电量的最末段也还有整整10分钟的一段缓冲期，就是大约还有 10% 的时间可以有低压警示，完美的解决了大家最害怕的电压直接掉到0伏的问题。总之，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测试，我们更可以确定这颗恒压锂电池的确提供了可媲美 Eneloop 的续航力，而且它恒压 1.5 伏的特性更完美的弥补了镍氢电池电压不足的问题，加上它稳定的2安培输出能力，的确也可以称作是碱性电池的最佳替代品。更重要的是，它有保固，也补足了这类电池普遍容易坏的毛病。至于它们的保固是说真的还说假的，这就要等我们的电池真的坏了再来跟厂商确认啦。好了，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指教。感谢您今天的观看，期盼大家都能为自己的应用找到最好的电池。最后别忘了给我们的频道按个赞，我们下回见啦，拜拜。